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在之前的大半年里，我一直在做黑神话悟空取景地系列的巡礼视频，现在已经出了28期，其中有27期是连续剧，还有一个是番外。但时至如今，取景地我只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没走。今天820了，我决定把现有的位于山西的32处取景地略说一遍，方便你们巡礼。一键3连后，我们的旅途正式开始。第一个，大同华严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。目前疑似取景的地方是2024年 TGA 视频中的这处捆门，它和华严寺的捆门造型较为接近。而华严寺的核心看点一共有3处，第一处是金代建筑大雄宝殿，殿内有明代平旗，平旗上有清代彩绘，而殿内的五方佛造像以及20诸天彩塑均为明代塑像。第二处是辽代建筑伯切教藏殿，伯切在梵语中是世尊的意思，记得盂兰会上世尊说过什么来着？此殿内的造像木座等基本都是辽代遗留至今的原物，值得一看。造像布局参考本图。第3处是华严宝塔，这是2010年建造的古建筑，下边有个纯铜地宫，地宫下藏着高僧舍利，可供参观。华严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黑猴巡礼第13、14集。第二个，大同善化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，这位更是重量级。它的山门殿是金代建筑，殿内有明代的4大天王，其中就包括大同的现眼包天王。三圣殿是金代建筑，殿内有2块金代的碑，其中一块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变碑。殿内造像是金代的，普贤阁是金代建筑，这个只需看建筑就好，造像是新的。大雄宝殿是辽代建筑，殿内的五方佛以及24诸天造像全都是金代的，布局如图。一座辽代建筑，3座金代建筑，还给免费参观，就问你们良心不良心？不过善化寺取景这个事儿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，取的哪里不知道，未来慢慢挖掘。善化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黑猴巡礼第12集。第3个，云冈石窟，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，是始建于北魏，历经多年开凿而成的石窟。游戏里有个给老虎献祭猴头的场景，它的取景地便是云冈石窟的某处造像区。另外86版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在祭赛国拜的大佛便是5号窟的这座金身大佛。祭赛国受难的群僧便是在云冈石窟西部列窟的门口受难。可以说云冈石窟和西游是渊源颇深。如果你来这边，记得重点关注5到20号窟，看点基本都集中在这边了。云冈石窟的详解可参考我的黑猴巡礼第15、16、17集。第4个，浑元悬空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元县。目前仅这张原画像是取景地，但只是场景像，构造完全不像。但山西文旅说悬空寺确实是黑猴取景地，所以未来再慢慢挖。悬空寺始建于北魏，不过它如今的形态明显是一眼明清，这是明清匠人费了很大劲重新修建出来的。当我们游览悬空寺时，也不要忘记这些前辈匠人的辛勤付出。悬空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黑猴巡礼第18集。第5个，灵丘绝山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，构造是塔寺结合，寺是清代木化重修的寺，塔是辽代存留至今的塔。黑神话悟空2021年视频中曾有个喷火佛头滚出，此处的壁画便是绝山寺塔内的辽代壁画。可惜如今这塔关着门，壁画已经不给看了。据灵丘文物局工作人员彪哥反馈，灵丘县博物馆能看到临摹版本，这消息对我们很有用。厉不厉害你彪哥？绝山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黑猴巡礼第20集。第6个，崇福寺，它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。黑神话悟空有这么一张原画，它前面建筑的取景地便是崇福寺的弥陀殿，这是一座金代建筑。弥陀殿后的观音殿也是金代建筑。其实崇福寺内的看点又何止是金代建筑，它殿内的造像也是金代的，殿内的壁画也是金代的，窗棂也是金代的。单是弥陀殿的窗棂雕花就有15种之多，绝对让你叹为观止。崇福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黑猴巡礼第19集。第7个，应县木塔，它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，全名为佛宫寺释迦塔，具体取景取的是哪里还不清楚。山西文旅就公布了这一个画面，而应县木塔本身则是一座始建于辽代的全木结构塔，距今已有968年的历史。它后院还有个寺院，画风一眼明清，看不看两可。真正震撼的是木塔本身，根据最新数据，它外侧共有72组铺座，花样非常多变，内部则有一座辽代的大佛，而且大佛还自带绿色的胡须，非常有意思。可惜因为木塔倾斜严重，上面几层不让登临了，所以就只能看看外边和1层了。应县木塔的详解可参考我的黑猴巡礼第27集。
第8个南禅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。取景这个事儿也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，具体取景取的哪里同样不清楚。南禅寺的唐代正殿是一座面阔3间的小房子，正因为小才能成为唐代灭佛运动的漏网之鱼。内部的造像也是唐代遗存至今的造像，但这3个位置本该有造像，但后来被盗了。只有从我们自身开始，提高对文物的关注，才能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。南禅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《黑猴巡礼》第23集。第9个佛光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，其中的东大殿是中国现存最为宏伟的唐代建筑。在梁思成、林徽因2位前辈发现它之后，就再也没人说中国无唐构了。取景地目前挖出了3处，第一处是2024年的英伟达视频中出现过佛光寺的门，第2处是2020年宣传视频中出现的石经床，而在现实中，这座石经床就摆在唐代建筑东大殿门口，它便是东大殿断代的重要依据。第3处是观音禅院的大铁钟，它就是东大殿前的大铁钟，可以说是细节满满。而佛光寺的看点除了东大殿是唐构之外，其殿内的造像也是唐代遗留至今的造像，但是民国时期修缮了，所以颜色显得有点新。另外，东大殿斜后方的祖师塔是北魏时期遗留下来的塔。前院的文殊殿则是一座金代建筑，殿内的造像是金代的，罗汉壁画是明代的，可以说是看点多多。佛光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《黑猴巡礼》第24集。第10个习县小西天，它位于山西临汾市习县，这个取景地取的是哪儿，还用我多说吗？不过必须指出一点，黑神话悟空里的小西天和现实中的小西天不尽然相同。游戏里的小西天是参考了多处玄素作品制作而成的，习县小西天只是参考取景地之一，而现实中的小西天是明末清初遗留至今的造像，可以说是精工细作，无比辉煌。在他的面前，一切称赞的语言都是苍白的。习县小西天的详解可参考我的《黑猴巡礼》第25集，殿内每一处有字的地方我都没有落下，能解析的全解析了，各位可以直接对着我的视频云游。第11个新绛福圣寺，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。游戏原画里的这个怪物，它的头部取景自福圣寺弥陀殿的明王造像。走进弥陀殿后，记得往主佛的背面找，就能在渡海观音的旁边发现它。福圣寺自身的看点，除了元代建筑中的元代造像之外，还包括后边的元代窑洞。其实本来还有金代造像，但是被藏在元代窑洞深处了，我去的时候看不到，甚是可惜。福圣寺的详解可参考我的《黑猴巡礼》第26集。第12个永济鹳雀楼，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，取景取的哪儿不清楚，因为这也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。它是一座重建于1997年的古建筑，而且这边连斗拱在内都是混凝土做成的，但外观非常漂亮。毕竟运城来都来了，岂能不上这边逛逛？鹳雀楼的详解可参考我的《黑猴巡礼》第21集。第13个万荣飞云楼，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。2021年的视频里，这一幕出现的楼大概率是拿飞云楼改造出来的。这座飞云楼是一座明代留下的木楼，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构造都可以说是极为精巧。另外，飞云楼所在的东岳庙内还有好几座元代建筑，所以看完飞云楼别直接走，一定记得把后边的建筑通通都看完。飞云楼及东岳庙的详解可参考我的《黑猴巡礼》第22集。从现在开始往后数，就全都是我没出过视频的了，只能说个大概。第14个介休仙神楼，它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，因为它的构造和万荣飞云楼有近似之处，所以刚才那一幕的取景地也有可能是它，所以我也把它列进来，主打一个饱和式巡礼。我去的时候正赶上这边做数字化扫描，所以没进去，希望你们能比我更幸运。第15个介休后土庙，它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。据一个名叫居士的神秘人说，黑猴里的观音禅院就从这边取的景，但我是真的挖不出来。你看现实中的介休后土庙多漂亮，那是琉璃之城介休应有的颜色。你再看观音禅院里涂的乌黢麻黑，就靠在座的各位一起在游戏里寻找了。另外，介休来都来了，我建议你们去一趟张壁古堡，这里不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，但你看二郎庙楼下的琉璃造像，你就说他眼熟不眼熟吧，这要是不来岂不是太亏了。第16个回源永安寺，
它位于山西大同的浑源县，和前边的悬空寺在同一个县里。取景这个事儿是听 UP 云狗君说的，但我不知道取的是哪里，而且我跑晋北时没跑这边。永安寺的看点集中在它的壁画还有藻井上边，如果来了一定不能错过。第17个五台南山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，具体来说是在五台山上。取景这个事儿是2023年取景地花絮视频公布的，它共分上中下3层，最高层名为佑国寺。在2020年的实际演示视频中，这一幕就取自佑国寺门口的这处石质浮雕。而南山寺最大的看点就是精致的砖雕建筑，但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室内的镜头，严重怀疑这边的室内仍然不允许拍照。第18个元平会济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元平市。游戏里小雷音寺的匾额就取景自这边的八仙匾额，它两侧的壁画据网友说也取自元平会济寺，但这么模糊根本看不清，只能等出了游戏再验证。在做视频的时候，我找了不少元平会济寺的网图，从所有图里都找不到这块八仙匾了。据说它在忻州博物馆的仓库里，所以再去会济寺就看不到了。但黑猴热度这么高，忻州未来会不会做出调整也未可知。第19个五台金阁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的五台山上，又一个得上山的。取景这个事儿是2023年取景地花絮视频公布的，具体取的哪里还不清楚。金阁寺本身始建于唐朝，但现存的都是明清建筑，其中的核心看点是这尊高达17.7米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，而建筑与山峦融合本身形成的意境，其实也是一个大看点。第20个平遥镇国寺，它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，这也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取景地，具体取的哪里还不清楚。它在现实中的核心看点应该是它的正殿万佛殿，外边建筑是5代时期的，里边的造像也是5代时期的。镇国寺前后一共就2进院落，总体来说不算大，用不了多久就能逛完。第21个平遥双林寺，它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，距离镇国寺并不远。在2024年 TGA 视频中，怪物用刀子划的墙就是双林寺内的悬塑造像，破坏文物判刑，知道吧？除此之外，殿内的韦陀、自在观音、千手观音也是非常重要的看点。我总感觉在游戏里见过他们，但死活找不着，希望游戏上线后能找到。第22个洪洞广胜寺，它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，取景这个事儿也是山西文旅公布的，具体的取景地未知。但《西游记》扫塔变奇缘这一集，塔的外景取景地便是广胜寺的飞虹塔。广胜寺分为上寺和下寺，上寺的核心看点便是这座明代飞虹塔，此外地藏殿内还有悬塑。下寺的核心看点便是水神庙壁画了，两边都很精彩，值得我们看上半天。第23个亥州关帝庙，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，取景这个事儿也是山西文旅公布的，具体的取景地未知。单是山西一地就有28000多处关帝庙，而这处关帝庙则是关帝庙中的祖庙，它始建于隋朝，但如今我们看到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明清时期的，特别要关注这边的藻井，原先这些藻井都是活的，风一吹过来就能动，现在可能是怕出事儿了，就都给固定死了，很可惜。第24个芮城永乐宫，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，游戏中出现的大量壁画与永乐宫壁画的画风都是相同的，而且山西文旅也实锤过，而永乐宫本身也称得起是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个奇迹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普通游客去到那边是不能拍照的，连梁架都不许拍，所以能不能从我这儿看到永乐宫的视频呢？难说。第25个高平铁佛寺，它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，终于到晋城了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京城话耍给京城人。铁佛寺取景的地方可太多了。黑猴官网的这张原图，它的身子就取景自铁佛寺的造像崇宁天，也就是关公。对比之后发现，衣服细节是高度近似的。官网上的这张四将原画，它其实是主佛须弥座下的力士。将两者对比后发现，两者衣服饰品的细节也是高度近似的。而另一个四将原画，它在现实中是菩提树神造像，对比之后发现衣服上的装饰都是一样，只不过是给镜像了一下。而魔像怪物的衣服则来源于铁佛寺中多闻天王的衣服，对比之后发现重点取了中间这一段，细节一毛一样。而赤尻马猴衣服上的头便是铁佛寺中三指大将的头部，对比一下一目了然。而这幅原画那就更是要素过多。龙妖右胁侍卫的无头造像源于铁佛寺的无头帝释天，他在现实中也是无头的，头被盗走了。另一侧的石像则是现实中的另一尊胁侍造像。以上这些还仅仅是被扒出来的部分，没扒出来的又有多少？
可惜铁佛寺一直在关门做数字化，什么时候能进去还两说呢。如果有朝一日能去了，重点看造像就好。第26个西溪二仙庙，它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，黑神话悟空用的是航拍视角。那好啊，他航拍我也航拍，可惜网图里没找到一模一样的视角，只能深秋时我亲手去拍。而这边的金代梳妆楼、金代正殿，殿内的精巧木作都是重要的看点。第27个阜成玉皇庙，它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，又称泽州玉皇庙。这个取景地在哪里还用我多说吗？28宿彩塑在黑神话悟空里的出镜率可不低，而除了28宿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彩塑作品以及壁画作品，这些都是展示道教文化历史的重要看点。第28个晋城青莲寺，它位于山西省晋城市，取景这个事儿也是2023年取景地花絮视频公布的，具体取的哪里还不清楚。而青莲寺内的殿内彩塑、殿外古塔都是非常重要的看点，也非常值得我们去看。第29个长治观音堂，它位于山西省长治市，内中的看点也是精彩的明代悬塑造像。我刚才说过，黑神话悟空里的小西天是参考多处悬塑造像而做成的，而长治观音堂则同样也是参考目标之一。取景这个事儿，山西文旅也实锤过，而且这边并不是单纯的佛国世界，而是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元素的综合悬塑。可惜现在关门做数字化了，计划是9月底重开，建议今年国庆之后再去。第30个长子重庆寺，它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，取景这个事儿也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，具体取的哪里不清楚。其殿内18罗汉的头曾一度被盗走，后被迅速追回并被修复，但窃贼在盗取塑像时将殿内的3大士造像摔得粉碎，这才是狂风吹断菩萨面，怪石之间听龙吟。如今的3大士是复原版本，仅剩坐骑还是原版。第31个汾城古镇，它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。今年8月8日的最新预告中，弥勒佛肚子上的入口便取景自汾城古建的建茶坊，这是一个4柱3门的木牌楼，斗拱高到夸张。游客来都来了，估计这一整个的汾城古镇所包含的金元明清4朝建筑都被他们扫进来了，未来能看到更多。第32个五台龙泉寺，它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，也在五台山上。8月8日最新预告的这块匾写的应该是妙通玄机吧，它便是五台山龙泉寺石牌楼上面的匾。可惜这边我没去过，那就给大家放个替代品吧。这个紫檀材质的龙泉寺牌楼是北京紫檀博物馆的藏品，馆长陈丽华女士的丈夫便是86版《西游记》中唐僧的扮演者之一迟重瑞先生。果然西游机缘无处不在。以上便是黑神话悟空在山西的32处取景地汇总，或许还有遗漏，但无所谓，将来慢慢补也就是了。况且我这个系列的视频只是抛砖引玉而已，相信从今往后会有更多天命人踏上山西巡礼之路，去看那沿途的往事，看万荣飞云楼间的光影，瑞城广仁王庙的宁静，鹳雀楼上的史册记载着盐池的千载生平，盐运之城便是运城，看洪洞广胜寺飞鸿塔的闪耀，曲沃晋侯墓的车马营门，西县小西天的悬塑满堂，汾西施家大院的庭院深深，一切的一切映照着上古尧帝的前尘。此城深临汾水，是为临汾。看阜成玉皇庙的匠人巧思，西溪二仙庙的一派清静，青莲寺的修缮之争，而核心城区据说凑齐4人才好出行。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，圣人回车在京城。看背靠紫云山的重庆寺，看平顺天台庵，它分明蹭到了大唐的边缘。也可在市郊看观音堂的瑰丽奇幻，这里是长治，它的名字就源于长治久安。看平遥双林寺的大明风华，镇国寺造像的5代雍容，去介休回銮寺蹭一顿斋饭，再看仙神楼的巧夺天工，那都在三晋大地的中央，视为晋中。看汾阳太福观的龙跃然柱上，后土圣母庙的壁画栩栩如生，山坡旁的环岛之下，竟暗藏宋金坟茔，山是吕梁山，城是吕梁城。看金宫盘的瑰丽，北魏木板漆画的鲜艳，永作寺有双塔矗立，晋祠暴雨之下叶落纷繁。它是滨州，亦是龙城，更是四通八达的晋 A 太原。看平定天宁寺双塔，看赵氏孤儿亦是藏山大王，看古老而遥远的岱岳信仰，更别忘了中国的科幻之光。古之阳泉，今之阳泉，古今一指岁月长。看代县边境楼的威严高耸，凡是三圣寺的佛国梵声，看南禅寺的古老，佛光寺的盛名。古之心水今何在？而今只见忻州城。
看等你968年的应县木塔，再到没被商业化的广武古城逛到尽头。若去了城区，莫忘了到崇福寺走走。天子命我承笔朔方，那便是今日朔州。看华严寺的往事，看善化寺的恢宏，看悬空寺的奇险，看云冈石窟的厚重。看到这一切，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耿恭。他洒下汗水的地方是北魏平城，辽金西京，亦是天下大同。一个视频说不尽山西的精彩，若你起心动念，何不一纸车票坐到山西来，也好亲自体验一下什么叫既见未来，为何不败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